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高达 7.06 亿吨，是印度的2倍还多，而印度的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7亿亩，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个产量落后的国家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力量。反观中国，却成了最大买家之一。为什么粮食不如中国，人口却同样庞大的印度还能大举出口粮食？它到底靠的是什么？回望20世纪中叶的印度，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曾长期挣扎在饥荒的阴影下。那时的印度尽管地广人多，耕地资源丰富，却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政策失衡，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一直未能真正摆脱粮食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的连续2年干旱中，全国粮食产量锐减，政府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维持基本供给，甚至一度推行限量配给制度。彼时的印度，每人每天所能分得的粮食不到400克，饥饿几乎成了全国普遍的生存状态。粮食问题不仅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政局的不稳定。为了帮助印度渡过难关，中国甚至在自身尚处于困顿时期时，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这样的雪中送炭，也足见当时印度粮食形势的严重。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仅靠进口和临时调配无法根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启动了被称作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通过引进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大范围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绿色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从那一刻起，印度农业开始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2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
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自194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印度经历了独立发展到成为区域强国的转变。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印度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根据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国内需求发生了多番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邻国的代名词，更是印度制定和调整外交策略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印度几乎是在利用中国因素来塑造其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印度是如何运用中国民意的？印度南亚霸权思维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其文明的发展历史。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4大文明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位于南亚次大陆中心的印度曾经多次成为该地区的领导者，如猫里扬帝国、古普塔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这些帝国曾经将其统治和影响力扩展到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在这些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曼陀罗主义逐渐形成并兴起，成为了印度的思想界的主流。曼陀罗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以征服者为核心的动态等级体系，将邻国视为敌人，这可以认为是印度霸权思维的雏形。而不幸的是，当代印度的重要领导人除了甘地之外，几乎都对曼陀罗主义很感兴趣。除了历史因素之外，其丰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也对其外交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印度大多数人口信奉印度教，印度教的信徒认为自己是印度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印度教的教义也强调了印度教徒的特殊地位和使命，认为他们是神灵的选民，有责任维护和传播印度教的价值和法则。这些观念导致了印度教徒对其他宗教和民族的排斥和轻视，以及对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和影响力的渴望和追求。
殖民遗产也是导致印度霸权心态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印度被英国殖民了近2个世纪。英国的统治对印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也在塑造印度外交关系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统治印度后，英国积极利用印度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建立了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东方帝国，与其他欧洲殖民国家争夺亚洲和非洲的市场和势力范围。印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见证了英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强大地位，这使得印度在独立后也有了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和地区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将英国的外交思维带给了印度精英阶层。在英国的对外战略思维中，缓冲国理论和战略边界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的缓冲国理论，就是与周边大国建立缓冲区，而战略边界理论则是搞乱强大的邻国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印度独立之后，这些思维同样被印度所继承，而这些思维落到实践中，就是印度历代政府均试图利用中国打造印度的南亚霸权。领导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尼赫鲁总理从印度的民族利益出发，把保证印度的安全和经济发展、追求大国地位作为印度外交的主要目标。尼赫鲁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印度实现其大国目标的良好合作者。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印度成为了第一批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而尼赫鲁更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国家元首。在中印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印度认为这很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将其包装为印度教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结盟运动的设想。然而，在对外表达和平友善的同时，霸权思想根植骨髓，宣言要将印度建设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尼赫鲁，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却完全相反。他带领印度强势吞并了在印巴分治方案中应该听其自由选择的土邦，控制尼泊尔、不丹和西京这样的邻近小国，对巴基斯坦虎视眈眈，同时还意图在中国西藏搞事儿。在印度眼中，既然中印友好了，中国就应当接受印度方面的主张，他们恨不得立即恢复英属印度时期英国人划下的那条中国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当然不同意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中印之间在边境问题上一直相持不下，中印双方高层都十分清楚中印合作对两国的重要性，因此中方高层希望暂时搁置争议，但是印度方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印度一边与中国进行种种国际合作，一边在边境蚕食中国领土，以建立他们与中国的缓冲带。起初中国认为中印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对于印度的小动作提出了抗议，但是并没有动手。结果印度就认为中国默许了他们的举动，于是进一步加速蚕食。印度这种得寸进尺的行为导致中印边界问题逐渐恶化，最终在1962年，中国忍无可忍，发起了对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令印度吃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印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世界各国大多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印度，并不愿意声援印度。这让印度吃到了一个教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敢继续在边境挑事招惹中国，但是也让印度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出于这种原因，印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对中国抱着一种愤恨敌对的态度。1964年，大受打击的尼赫鲁因病去世。在这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权力斗争，英迪拉成为了印度的掌门人。英迪拉上台之后，力推强硬外交政策，仗着苏联的支持，把想要在南亚地区搞霸权的企图直接摆在了明面上。他大搞军工建设，加强对周边小国的控制。在1971年成功把巴基斯坦拆分成了2个国家，还在1975年完全吞并了西京。希望推行南亚霸权的英迪拉，对于他眼中会成为印度在南亚的对手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好态度。他在任后期自视军事力量已经得到了发展，又组织印度军队在边境大举演习，还提出了所谓进攻政策。不过英迪拉的对抗性对华政策并没有产生太多积极成果，反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信任。1984年，英迪拉遇刺后，拉吉夫甘地继任，此时的苏联已经在争霸当中显出颓势，不足以完全庇护印度。这让拉吉夫甘地意识到印度需要改善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使其选择和合作伙伴多样化。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拉吉夫甘地启动了与中国的正常化和对话进程。1988年，他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会见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边界争端、经贸合作、地区和国际事务、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广泛问题。
在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后，中印关系全面恢复正常化。虽然拉吉夫甘地本人在2年后遇刺，但是他之后的联合政府也继续并巩固了与中国的正常化和对华政策，并寻求加强两国之间的接触与合作。在拉吉夫甘地之后，除了1998年印度搞出原子弹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反对，两国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外，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整体上看是在向着深化合作的方向发展的。不过，与中国缓和关系并不代表着印度就与中国没有分歧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国际环境的压力，在内心深处，印度还是不肯放弃南亚霸主的野望，深切担忧中国势力进入南亚会威胁到印度地位。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印度一边和中国友好合作，一边却也在不时挑动事端。纵观印度外交政策的发展，人们不难看出，印度就是什么好处都想占。一方面，印度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合作促进区域稳定，同时获取更多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印度却不愿意看到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因此想方设法要把中国排出南亚之外。想法固然很诱人，但是想要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中国不是印度的傀儡，想要一边从中国拿好处，一边损害中国利益是不可能实现的。印度的政客们心里当然也有数。为此，印度政府其实一直很小心地在对华友好与强硬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想要完好也并不容易。在中国人看来，印度适当的放弃霸权主张会令印度走得更快更远，但是显然印度方面不愿意接受这种认知，这就导致在未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推行恐怕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